拼接有很多种上传方式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对应的方式。接下来演示的是方式2，全程手机操作，不用电脑和路由器。每一台机器都要单独连接2次，比较适合拼接机器少的场景。我们先要按照图纸的间距把机器安装好，安装时高度一定要错开。第一台不加垫片，第二台要用垫片垫高，垫高2到3厘米，以此类推。安装好后，先不要通电，检查一下重叠灯条上下的空隙够不够，会不会碰撞到。如果不够就加垫片。确认间距无误后，用手去转动机器，一定要确保机器不会相互碰撞到。接下来我们要连接机器，观察角度，调整角度。先去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我们的软件 3D LED File， 然后我们去连接机器，打开设置，然后 Wi-Fi， 在 Wi-Fi 列表里找到我们机器的 Wi-Fi 名称是以机器型号开头的，我们演示的是 J3H， 这3台就是。点击输入默认密码12345678，连接上它。连接好 Wi-Fi 后，打开我们的 APP， 在单机版里就能看到刚连接的机器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刷新一下，然后点进去，点击拼接设备角度校准，点一下，选择机器，点发送校准图片。机器上已经显示了，可以看到是在第3排第1台的机器，也就是 C1。 为了方便管理，我们先把设备名称改成对应的，返回，点击上方名称改成 C1， 然后 Wi-Fi 名称也要改一下，点击设置，修改 Wi-Fi 名称，也改成 C1， 点击重启。 Wi-Fi 名称要重启才能生效，因为修改了 Wi-Fi 名称，所以我们的连接断开了。剩下所有的机器都要重复上面的操作，连接 Wi-Fi， 发送校准图片，修改设备名称，修改 Wi-Fi 名称，这里我快进一下。好，全部修改完成。先返回 Wi-Fi 列表，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应设备的 Wi-Fi。接下来重新连接上这3台机器，去调整角度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角度不够正，每一台都要去调整。返回 APP， 点进去，回到拼接设备角度校准，先选中，变成红色的就可以调整角度了。可以看到要往左边旋转一些，点击减。好，调好了。接下来连接第2台 Wi-Fi， 继续调整。第3台一样的操作。现在可以看到角度全部调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上传素材，返回，点击拼接视频，右上角选择视频切割，选择行列，我们是3行1列，然后选择相册，选择视频。这里通过2个手指可以放大、缩小、移动视频的位置。根据红色圆圈显示范围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以后，点击切割。这个切割的时间是根据视频的时长和拼接台数决定的，视频越长，拼接台数越多，切割的时间就会越久。切割好后会生成一个文件夹，我们改一个名字好辨认。
3台拼接素材。好，文件夹已经在列表里了。发送之前，我们要先格式化内存卡，因为用拼接的时候，内存卡里不能有其他素材，不然会不同步。重新点击拼接视频，这里我们不要直接点文件夹发送，因为我们没有用路由器，是没法一键发送。要点进文件夹，选择对应的单台发送。我们这是第3台，选择这个发送。注意我们的命名，结尾一定是-pj和-host 的。-pj 是从机，-host 是主机。这个结尾的命名一定不要去改动它，如果改了它就没法同步。前面的命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修改。好，现在已经发送过去了。返回，看一下我们的卡里，一定要确保里面只有一个文件，命名也是正确的。接下来，其他的机器也是一样的操作。连接上，先格式化，再选择对应的素材，发送。第1台也是。好，发送过去了。现在看到没有同步，是因为主机-host 的那一台是前面先上传的，要等它播完这一遍，第2遍的时候才会同步。如果我们不想等，可以按一下遥控器的任意播放键，它就能马上同步了。如果我们发送素材的时候，是最后发送主机-host 的那一台的，它就能立马同步。